我砸了几个亿捧红的女朋友，在颁奖典礼上官宣恋情。只不过男友不仅不是我，还是要害我的人。我随手拨出一个号码，新电影他的角色直接删掉。女友梁山拿到影后的时候，我正在酒店陪客户，包厢电视上播放着第29届金猪奖颁奖盛典。本届金猪奖最佳女主角是梁山，我克制住激动的心情，拿出手机给梁山发消息：恭喜宝宝，你是最棒的，晚上回来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准备今晚求婚，而且也该告诉梁山我的真实身份了。只是消息还没发出去，就听到梁山用他动听的声音发表获奖感言：谢谢我的团队，我的粉丝，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男朋友。我的嘴角控制不住的咧出最大的弧度。下一秒却听到梁山说：感谢我的男友付航，是他陪着我从一个个的小角色走到今天，是他鼓励我支持我，让我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快乐一点。他在台上说的声泪俱下，我在包厢里面如死灰。我不叫付航，梁山走到今天全靠我背后给他砸资源，怕他自尊心受挫，我没有告诉过他，还叮嘱朋友们帮我瞒着。今天这个奖主办方本来偏向另一位女演员，我砸钱又亲自陪酒才定下来是他。和我在一起的3年里，他除了一个配角，其他全是主角，就连那个配角也是个人设极好的重要女二。这叫艰难。我正要质问他，手机进来一条短信，是梁山的经纪人于芬发来的：贺明，以后不要来找珊珊了，现在的珊珊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。回想起来，昨天跟梁山说我今天有事去不了颁奖典礼的时候，他好像是松了口气。我原本是要在现场见证梁山拿奖的，只是今天这个饭局很重要，影响到集团以后开辟新版图，我必须得来。老板，主办方在问，晚宴您去不去？助理出去接了个电话，回来小声问我。我挥挥手，不想去了。你去家里把那些东西都扔了吧，我晚上回爸妈家。家里是我亲手布置的求婚现场，现在我是再也不想看一眼。突然被分手，我需要先找个地方缓缓。谁知梁山也给我发了条消息：贺明，看在我养了你这几年的份上，我们好聚好散吧，我稍后会给你转10万块钱，算是给你的分手费。你以后不要再靠女人了。你养我？10万块钱分手费？我气笑了。看来这晚宴我还非去不可了。刚到晚宴，我就被于芬拉到一边。你怎么混进来的？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来找珊珊，你信不信？你敢说出什么，珊珊分分钟弄死你。于芬凶神恶煞地瞪着我，她如今鸡犬升天，有种突然暴富的气质，说话的时候昂着头。弄死我？你不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。我垂下眼，从桌上取一杯香槟，轻抿一口。法治社会又怎样？我们珊珊现在是金猪奖最年轻影后，以后要什么有什么，你休想毁掉珊珊的前途。你是她经纪人，不知道她资源怎么来的。珊珊的资源当然是我谈下来的。我看着于芬笑了，我以前真是瞒得太好了，每次有什么机会，我都是先安排人和制片导演谈好，全部安排好，再让他们去找于芬，居然给了她这样的错觉。又一个声音响起：贺明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在哪儿借的西装？打扮的人模人样的，你快走，别给珊珊丢人。我一看是梁山的圈中好友陈宇，梁山带我和他吃过几次饭，陈宇从一开始就看不上我。女生永远觉得闺蜜无人配得上，看不上闺蜜的男朋友，我也能理解。我淡然一笑，我当然是拿邀请函进来的。陈宇听到我的话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于芬也笑得肆无忌惮，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。我拿出邀请函，没想到他们俩笑得更厉害了。你这个邀请函怎么是黑色的？我们的可都是橙色的，造假都不会造，可别是爬窗户进来的。于芬笑得弯下腰。我这个邀请函是主办方特制的，仅此一份，他们没见过也正常。我无意再和他们争辩，也不想费那个事把主办方喊来自证，只想找到梁山，问问他凭什么觉得我们3年的感情可以说散就散。贺明，你不是被珊珊扫地出门了吗？怎么特意来祝福我们？原来他就是付航。我看向来人，这个人我见过，我3年前见过他。那天我在会所和几个留学回来的发小喝酒，出来上厕所时意外看到一个女孩被人搂着进了一个包间。我虽然常年混迹生意场，但心中还有一些正义感，不忍看到一个女孩被玷污。会所的老板正好也是那天发小局中的一员，我便找到他来打开包间门。门打开的时候，女孩已经衣衫半褪，男人也脱得只剩裤子。我发小用不能在他地盘搞这些为由把男人赶走。女孩披着被子在床上小声啜泣。那个女孩就是梁山。交谈过后，我们才知道梁山刚入行1年，接的戏都是小配角。这场饭局是他经纪人带他来的，他也没想到出来吃个饭会遇到这种事。他哭泣的样子让我很是心疼。我派人调查男人，得知他叫付航，是一个富二代，只是离我们的圈子还差得远。害怕梁山因为付航对我有偏见，我隐瞒身份接近他，一来二去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没想到
他们竟然背着我暗中苟且。付航比我大几岁，3年没见，头发有些秃，肚子也有些秃。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我心中发冷。鹤鸣，当年你就坏了我的好事，现在又想干嘛？梁山有一瞬间的慌张，小声问道。虽然已经猜到当年梁山是自愿的，但现在亲耳听到他这么说，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。当年他心里怪我坏了他的好事，还能和我在一起，不愧是演员。梁山手里拿着一张银行卡，如果10万你嫌少，这里还有20万，看在你长得不错的份上，就当我找了个丫。我把银行卡推过去，我们3年的感情就只值这些。梁山面露嫌弃，你还嫌少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？你当真以为你走到今天是因为你演技好？你今天能拿这个奖，我是出了大力的，我冷眼看他。你在说什么梦话？就你一个小职员还能出大力？我对他彻底失望，和我分手，你不要后悔。他当然不会后悔，有我给他资源，他只会更加顺利。付航说完，把手放在梁山腰上，向我示威。我看着依偎在付航怀中笑得倨傲的梁山，只觉得陌生。他竟然真的以为付航能给他资源。我摇摇头，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以后不用再关注梁山的任何动态。以后梁山能不能接到戏，会不会拿到奖，与我无关了。付航又哈哈大笑起来，你关注他有什么用啊？又不能带给他资源，我可是一会儿要带珊珊去见徐导的。我轻笑一声，徐向清今天有事，晚点才能来。付航笑声骤停，片刻后笑得捂住肚子。鹤鸣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和徐导商量好10点见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喜欢装？等我演了徐导的戏，你会更加配不上我。梁山失望地看了我一眼，说完他挽着付航的手往宴会厅2楼走。我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是徐向清5分钟之前发来的。鹤鸣老弟，我的车被人追尾，晚点到，你可一定要等我，别跑了。徐向清是个随性的文艺青年，早年我在国外经朋友介绍认识他，那时候他因为一直赚不到钱，非常落魄。据他说，我是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如果我不愿意投资，他就去拍商业片了。文艺片要的投资不多，加上我正好很欣赏他，就给他多投了点。这笔钱得以让他的第1部电影制作得十分精良，此后一路开挂，在各大电影节狂刷奖。从此徐向清走上人生巅峰。现在徐向清就是拿奖的代名词，演员们挤破头也想上他的电影。我也向他推荐了梁山，本来徐向清不太喜欢梁山的，但他说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可以给他创造一个合适的角色。徐向清私下常说，他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既然徐向清让我等他，我也就找个隐蔽的地方喝酒。虽然我平时低调，极少出席饭局，但万一被人认出找我聊天，也是件麻烦事。我给徐向清回了条消息，你那个新戏不用再给梁山想角色了。发完消息，我收起手机。没过多久，付航和梁山回来了。鹤鸣，你怎么知道徐导会晚点来？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付航质问我。听到他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我又笑了。我说过，我是受邀请来的，投资的就是梁山演的电影，是主办方给我发的邀请函。付航面色古怪地看着我，你看你又开始吹牛了，你哪来的钱投资？肯定是花珊珊的钱给哪个小成本电影投资了几万块混进来的。鹤鸣，你花我的钱我也就不追究了。对了，那套房你记得退租，没了我，你怕是不能承受1万块的租金。梁山又露出失望的表情。他一说那套房，我才想起来，之前房东说要卖房，我早就将房子买下，他的租金我一分没动，准备在结婚前一起还给他。那套房虽然小了点，但是我看梁山喜欢，也就没想换房子。我知道我说什么这俩人也不会信，端着酒杯准备离他们远一点，我的助理却突然跑过来，老板，夫人在家发脾气，说您如果不去和周小姐相亲，就再也不用回家了，家里现在不欢迎你。助理一边看我一边擦头上的汗。我妈也真是的，看把人吓的。我跟我妈说过我有女朋友，但是因为她没见过梁山，所以以为我编来骗她的。她一直想让我找门当户对的，说是图个省事省心，只是每次她让我相亲都被我拒绝。不过现在我觉得见见也没什么，你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就说她随时可以安排，具体等我晚上回去再聊。助理快步离开。梁山一脸鄙夷地翻了个白眼，鹤鸣，你为了不丢脸，竟然能想出来找群演，可你这样我会更看不起你。付航真是比你强100倍，还老板，演戏也演得太假了点。我刚跟你分手，你就编了个相亲的周小姐，真的很好笑。有人过来找付航攀谈，听到梁山的话，也对我面露鄙视。这是梁影后的前男友，梁影后分的好富少才能配上梁影后。富少真是人生赢家，生意做得好，女朋友也找到好郎才女貌，般配。付航被追捧得飘飘然，竟然对我说，鹤鸣，要不然你到我家来上班吧，看在你是梁山前男友的份上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小主管当，月薪过万呢。周围又响起一片追捧声。富少大气，富少真是以德报怨，心胸宽广。喂，你还不快谢谢富少，
听到他们越说越离谱，我拿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，查一查傅家谁当家，让他立刻滚来见我。助理跟了我几年，脑子转得快，一下就想到是傅航家，应了声势。没想到傅航再次大笑起来：“贺明，你今天真是让我笑得肚子疼，你是要找我爸吗？可我爸根本不在国内，他出国谈生意去了。”哈哈哈！我淡定地把玩着手里的酒杯，冷冷地看着傅航。其他人又开口了：“你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快向傅少道歉！”“就是啊，快道歉！怎么还编排起傅先生了？”傅航也得意起来：“你现在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道歉？你也配？等会儿你别哭着求我就行。大概是我们这边声音有点大，有一位女士端着酒杯过来。我好像见过你的照片，是贺先生。介绍一下，我是周翩然。”女士落落大方地向我碰杯。我端起酒杯和她轻碰一下，原来这位就是周小姐，看起来年龄和我倒是差不多，而且一看就是大家小姐。我妈的眼光倒是不错。贺明，这是你今天晚上找的第几个群演了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真是瞎了眼。和你在一起3年。梁山怒气冲冲地瞪着我，眼中全是失望。群演？我？周翩然指着自己，笑着看向我：“贺先生，你的眼光实在不怎么样。”我一脸歉意地对周翩然说道：“周小姐，真是抱歉了，给你造成困扰。今天晚上这场闹剧也够了。贺明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演员呢。我们真的好聚好散吧。我会替你向傅航求情，让他原谅你冒犯他父亲的事。”听到梁山的话，我只剩苦笑。都怪我之前为了他的自尊，装穷装得太好，现在不管说什么，梁山都觉得我在演。梁小姐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你和贺先生分手会失去什么。周翩然恶趣味地说道。我当然知道我失去的是什么，一个软饭男罢了。周小姐，你小心他赖上你。梁山认真地看着周翩然，周翩然笑着摇摇头。我已不想再听梁山废话。我看看手表，给助理打电话，傅家能说话的怎么还没来？快了，老板，我们到酒店门口了，马上进来。这会儿我身边比较安静，助理的话大家听得一清二楚。贺明，你真是越来越离谱了，给你脸你不要，我倒要看今天谁能冒充我爸。今天过后谁求情都没用。我不再理他，又喝一杯酒。今天的主办方应该是知道我对酒要求高，准备的酒倒是勉强能入口。大家又开始议论纷纷，我已经懒得管他们。没等多久，门开了，我看看谁是我爸。进来的却不是傅航爸，是我久等的徐向清。徐向清一身高定西装，气质非凡，再也不是当年我认识的那个胡子拉碴、邋里邋遢，为了拍电影到处拉投资的穷导演。他一进门就被人围住，宴会厅里的人都涌到他身边。徐导，我是 Triple X， 您下一部戏定了吗？徐导，你好，恭喜徐导，这次金猪奖又收获不少。徐向清一个一个应酬完，拨开人群，飞奔到我这里。贺明，你没走，真是太好了，下部电影你看着多投点呗。我又想到一个新点子。徐向清只差没扑到我身上。虽然现在很多人愿意投资他，但他还是喜欢找我拉投资。用他的话说，我的钱自带好运。徐导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这个人就是个骗子啊。傅航连忙走到徐向清旁边。徐导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梁山，上次和您聊过，想试一下您的新戏，您约我今天见面。梁山矜持地走过去，像一只骄傲的天鹅。徐导主动约啊，好羡慕，不愧是金猪奖影后，在演了徐导的戏，只怕要直接登顶。梁山真厉害啊！周围响起小声的追捧，梁山面上更加得意。谁知徐向清看了看梁山，又看了看我，冷漠地看向梁山：“你是梁山啊？那个戏不用谈了，你去试其他导演的戏吧。”梁山整个人像被雷劈了，目瞪口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的？梁小姐，我们什么时候说好了？我只是说今天可以见面聊一聊，现在我们见面了，看你不合适，也就不用再聊了。徐向清说完又问我：“怎么样？下一部戏我想拍个牛的，等下跟你细说。”傅航见不得梁山伤心，拉住徐向清：“徐导，你的电影我可以投资，投资多少都行，只要你用梁山当女主。”梁山一脸期待地看着徐向清：“可是不行啊，真的不行，我的投资人不想让你演，你看你现在都是影后了，去找别的导演吧。”徐向清一脸诚恳地看着梁山：“你说的投资人不会是贺明吧？”梁山激动地大喊：“他就是个骗子，他一个月挣几千块钱工资，住的房子都是我租的，哪有钱给你投资？”徐向清一脸震惊，眼睛在我和梁山中间来回瞟，憋了半天，问我：“你在玩 cosplay， 扮演贫穷少年？什么时候有的这爱好？”徐向清的三连发问，梁山直接懵了。这时宴会厅的门又开了，随着门响，众人看向门口。傅航瞪大眼睛，大喊一声：“爸！”这一声爸震惊了所有人，一时宴会厅里安静的让我怀疑自己身处图书馆。“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美丽国谈生意了吗？”傅航震惊的看着他爸。傅航爸爸傅建国穿着一件浴袍，脸上还有口红印，面色尴尬。
你怎么穿着浴袍啊？爸，你骗我和我妈谈生意，实际上去和那个女人约会去了。贺明怎么会真的把你带来？傅航像是大脑死机了，理解不了现在的状况。傅建国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混账东西，你干的好事你竟然敢抢贺总的女朋友，我他妈的倒大霉！生了你这个祸害儿子！见我不说话，傅建国又是一巴掌，给傅航打了个对称的。给我跪下，向贺总赔罪！傅建国抬腿踢向傅航，傅航被迫咚的一声跪下。爸，你老糊涂了，为什么让我跪下给这个人赔罪？贺家是我们的大客户，你今天得罪贺总，贺家不采购我们的产品，我和你都得喝西北风。我让你今天发疯！傅建国说着又打起傅航。傅航鼻青脸肿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你是那个贺家的？你怎么不怀疑我又找群演了？要不要去验一验你爸是不是戴了面具？我俯视跪在地上的傅航，眼神冰冷。傅航浑身颤抖，不敢置信地说道：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爸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傅总，你儿子刚刚说要给我介绍工作，你们家公司的主管呢，1个月1万块，你说我要不要去？傅建国听完我的话，也顾不上穿着浴袍，对着傅航又是拳打脚踢。你怎么敢啊，你这个祸害！你害了傅家，我今天非打死你！我看他打了一会儿才说，行了，傅总，孩子呢，要早点教育，现在才教育，怕是晚了。傅建国连忙点头，贺总教训的是，我今天就开始培养他弟弟。爸，你要把那个私生子接回家，你怎么敢？傅航话没说完，就被傅建国一巴掌打倒在地。闭嘴，你这个混蛋！贺总，看在我们傅家这么多年每次供货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您就原谅我们吧。我看向梁山，这就是你口中比我强100倍的傅航？梁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走上来要挽我的手臂。贺明，你怎么不早说你是贺家的？骗我说你只是个小职员？我推开梁山的手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小职员，我只是说我在公司上班，是你想当然的以为我是小职员。我冷冷的笑，我们3年的感情，你竟然不信任我，还欺骗我。梁山一脸委屈，我抬手，得了，别把自己说的这么委屈，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以为你当年是要被傅航欺负，怕你有心理阴影。你早说你是半推半就，我也不浪费这几年时间。梁山脸一阵红一阵白，那你也应该告诉我，你和徐导认识，还是电影投资人？我没说吗？我刚刚说了呀，是你不相信。我错了，贺明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再多说一句，我今天特意在家准备了求婚仪式，不过东西现在已经让助理扔了，我准备走了，这里已经不值得我再继续待着。是啊，梁小姐，刚刚我们都跟你说了呀，是你自己像听不懂一样。徐向清也说，徐向清这句话像是给大家一个证明我话的佐证。之前嘲讽我的那些人突然冲过来和我套近乎。贺总，原来是您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有眼不识泰山。贺总，您家要换供应商，看看我家可不可以呢？我刚看您就觉得气度不凡，只是人多没敢说话。我听着这些恭维，只觉得他们真有意思，明明之前还在吹捧傅航，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我不想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。梁山却突然尖叫一声，顾不得身上穿的礼服，蹲下身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嚎，但是谁也听不清他在嚎什么。我最后再看梁山一眼，离开宴会厅，就当我这3年为了狗。我回到父母家中，我妈看我精神不好，没敢提相亲的事，我也得以好好睡了个觉。刚睡醒就接到助理的电话，说我和梁山一起上了热搜。助理问我要不要让公关部压下去，我告诉助理不用压，顺便让他给我申请一个账号，毕竟我是个商人，利用一下流量，何乐而不为？反正理亏的不是我。至于梁山，我已经不必再在乎他的死活。我上了网才知道，不知道谁拍了昨天的视频放在网上，一时网友们议论纷纷。梁山之前装的跟个小白花似的，没想到玩这么花，脚踏2条船，真牛！别的女明星拒绝潜规则，他还想被潜规则，为了红真是不择手段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贺总好帅啊！助理给我新注册的账号，瞬间收获大量粉丝。虽然有梁山的粉丝骂我，但也有很多路人夸我。我迅速发了一条长文，介绍了贺氏集团。现在是自媒体时代，贺氏虽然运营良好，但是巨大的流量不用白不用。我一发出去，瞬间就涌入大量路人评论。很多之前不了解贺氏集团的人都发现，他们生活中用的一些品牌居然都是贺氏的，这又给贺氏做了一波广告。梁山就比较惨了，他毕业1年就和我在一起，功利心十足，脾气也不好，在片场经常对助理颐指气使，还瞧不起跑龙套的。之前梁山被记者拍到过几次耍大牌，都被贺氏公关部花钱压下。现在有记者看到他口碑变差，尝试放出以前拍的梁山耍大牌的视频。其他观望的记者和营销号见贺氏集团没有向他们发函，也陆续放出视频。一时全网都是梁山耍大牌的视频。耍大牌的场景有片场，有机场，还有饭店，好几个视频都不重复的。我看了视频才知道，梁山在我面前还是收敛了。
从前只当我眼瞎。刚开始还有粉丝给梁山洗，后来放出来的视频越来越多，粉丝洗都洗不动。又有和梁山合作过的女艺人实名出来爆料梁山，他们说梁山之前在剧组仗着自己是女主角霸凌他们，还有人为了讨好我添一把火，爆出梁山的金猪奖是买来的。金猪奖连夜发文承认错误，表示要追回梁山的奖杯，重新颁奖，绝对公平公正。之前传言要找梁山合作的导演制片人也一个一个出来辟谣，澄清从来没有和梁山接洽过。就连那些我派人谈下的高奢代言品牌也纷纷发文要和梁山解约，并要求他赔付违约金。梁山口碑全面崩塌，后援会宣布解散，他的公司也宣布和他解约。我悠闲地躺在家里，听着助理给我汇报这些。这时房间门口传来敲门声，家里阿姨过来问我，门口有一位梁小姐，说是少爷的女朋友，少爷要不要见她？不必见了，让她走吧。我动都没动。阿姨出去没多久，我收到梁山发给我的短信：贺明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付航不及你1/1000，我已经和他分手，求你了，原谅我吧，不要封杀我。我这才想起来，我忘记拉黑他了，迅速把他拉黑。封杀？倒是真的没那个必要。梁山如今对我而言就是个陌生人，我再也不会浪费任何精力在他身上。如今他口碑已经彻底崩塌，光赔偿金都能压死他，而且他的演技也并不是无可替代。我不封杀他，他也没好日子过。如果今后他能再爬起来，那是他的造化，也与我无关。我把之前他付的房租和他给我的10万块钱一起转给他，就当是我最后的仁慈了。虽然这点钱对于他的天价赔偿金而言杯水车薪，但我也不可能给他更多。我以为梁山会这样消失在我的世界，谁知道没几天我又看到他的新闻，他声泪俱下的控诉我，说我利用权势逼迫他，他那些女主角都是我逼他陪酒陪睡换来的。在他的口中，他就是个工具人，我利用他做权色交易，打造商业帝国。包括3年前他勾搭上付航的饭局也是我策划的。我就是个大恶人，这一切都是我下的一盘大棋，目的是给贺氏打开知名度。我的自媒体号就是证据。而且我妈也是个恶婆婆，一直逼迫有女友的我相亲。这种新闻往往是网友最喜欢的，热搜直接爆了。看完他的视频，我气得笑出声，直接给助理打电话封杀梁山。既然他不想给自己留活路，那我也没必要再给他留一点生机。没过多久，我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贺明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你把我账号封了？我顺手再次拉黑。等舆论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整理了大量截图在账号上发布。我有保留聊天记录的习惯，这些截图全是我给梁山谈合作的一些证据。虽然有些是电话谈的，但也有不少留有记录。聊天记录里我诚恳专业，一看就是在认真谈合作。网友纷纷全部站在我这边，心疼我一腔深情为了狗。甚至有很多网友说想当我的老婆，我哭笑不得。看到舆论差不多了，我又找到我那个当会所老板的发小，要来他们储存的3年前的监控。监控里把梁山的半推半就拍得清清楚楚，还清楚地拍到我从包间门出去，走的是另一个方向，听到动静才发现梁山被付航搂着进包间，然后我又急忙回到包间喊人打开包间门的全部过程。这下网友更是一边倒，盛赞我热心又正义。被夸得多了，我上班都上得开心。这天我刚出公司门就被人拉住，是付航。我都快忘记这个人，没想到他竟然找到公司来。付航一看到我就说他已经和梁山分手。付航又说付家以后会帮忙封杀梁山，我爸要把我赶出家门，请贺总高抬贵手，不要换供应商。几天没见，他满脸胡子，眼底发青，门牙也没了，应该是他爸打掉的。说着就要跪下来，看得出来过得并不好，但是这已经和我毫无关系。他爸怎么对他是他的家事，我不想听这些，吩咐秘书以后不要让他踏进贺氏大楼。至于供应商，我们当然会重新评估，选择新的。不过这些就没必要告诉他了。之前和梁山住的房子我已经卖掉，别的房子又没收拾，所以我最近都是回父母家。驱车回到家中，我妈一见我就没好气的骂我，早让你听我的去相亲，你不去。现在好了，成了全网的笑话。哪里就笑话了，我看网上都是夸我的。我一边吃水果一边淡定的说道，贫嘴我们贺家因为那个丫头天天被人讨论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谈恋爱，也没见过她，成恶婆婆了。我妈最近很委屈，她劝我相亲，是真以为我单身来着。也怪我自己，怕梁山有心理阴影，没带她见我妈。你去追一下周小姐嘛，真的是个好孩子，和你一个学校毕业的，她父母我和你爸爸都很熟悉，你妈不会害你。我妈说着说着急了，我只好应是。只是我这刚分手还这么轰轰烈烈，实在不想这么快再恋爱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周翩然主动给我打来电话，约我见面。一见面，周翩然就说：贺明，我们结婚吧。我一口咖啡
直接从嘴里喷出来。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才刚认识。周翩然看着我淡然一笑，我们年纪相当，学历相当，门当户对，目前都是单身，再也没有比我们更合适的结婚对象了。我最近这些新闻，你们家能接受？我擦擦桌子上的咖啡，镇定下来。我父母都是很明是非的人，不是你的错，他们不会在意，我当然也不会在意。见我不说话，周翩然又说，我们周家的规矩，结婚后才能动用资金，我迫切的想用我的那笔钱大展身手。我考虑一下。你真的应该考虑一下，我有这个自信，我就是你最合适的结婚对象，你爸妈应该也经常催你吧，我们结婚是双赢。我承认，他最后这句话打动了我。我们很快领证并举行婚礼。周翩然确实是很合适的结婚对象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他婚后拿到属于自己的一大笔钱，又写了一份十分详尽的企划书来找我拉投资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给他投了一笔钱。周翩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还定期找我汇报进展，我渐渐的也有了参与感。他的公司就像我们共同抚养的小孩，我们一起见证他从无到有，一点一点长大。我有时还会主动帮他去谈生意。有一天我去应酬的时候，合作方叫了几个公主陪酒，其中一个公主凑上来，我皱眉准备推开，却觉得那人有些眼熟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梁山。